下。但它是一个这样小的书桌，然后我觉得这里的话，因为它空间比较小，确实有这个值。你那一天的头发都会非常的轻盈。它的名字叫 Letting Go。Another rainy afternoon, I don't know what I'm to do. I just miss you more than anything. It's way too quiet in the house, I'm just wasted on the couch, 'cause I don't wanna feel anything. Wish you'd stayed here beside me. This isn't how it's supposed to be. Wish you'd stayed here right with me. I can't shake that feeling that we said goodbye too soon. I know the hours that 哎呀，现在是早上的，我看起来就像晚上一样，已经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冬季了。今年天气真的特别的不好，像弗莱堡的话，已经算是德国还稍微冬天稍微短一点点的城市了，下了2场雪吧，目前差不多下4场雪。弗莱堡差不多冬天就完了，才刚刚跨完年就已经下2场了，后面要到3、4月份才会到春天，不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德国的冬天真的实在是太长，非常的治愈又阴郁，然后每天都是这种阴阴沉沉的，难怪好多小伙伴都说冬天的时候非常的压抑。所以，不过不要管天气了啦，自己内心有很多很多小太阳就好了，对吧？刚刚还在下雪，然后现在就已经阳光灿烂的了。就是弗莱堡真的就留不住雪，就是下了就像没下一样，下了就是哇，然后又没有了。除非说是在像山里边，就是我滑雪的那个地方 Feldberg， 他们那个地方可能有这么厚的雪吧。但是在城区里面的话，基本上真的是留不太住雪的。这地方还是比较暖和。这个就是我的早餐。我还有一个事情，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在学德语的小伙伴，我怕我待会儿忘记了，它的名字叫 Dieses kleine Buch ist für dich，
我之前不是一直都说，其实德语语法包括它的词汇就像搭乐高一样，它是一本图像性的语法书，它是以图像和色块的形式去区分它们的构造。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网盘里边下载来看一看，反正就是做一个了解吧。这样图像性质的语法书看起来很快的，就一会儿过一眼就看完了。好了，我要吃我的早饭，早饭都凉了。不过本身就是凉的。我在家里边添了一点点的小的家具，就是在宜家买的，性价比都还算比较高吧，所以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台灯，其实这个灯放在这个地方，远看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塑料感的，还是看起来比较的有氛围吧。我觉得家里边特别需要有这样子的灯。我再配了一个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好像叫紫皮什么来着，我去查一下。打开扫一扫，然后用这个去识别这个植物，它下面就会给你识别出来，叫黑叶观音莲。手机有这样子的功能，还是我爸爸教我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回去的时候，然后在那儿说那个植物，他就说你把你的微信打开，然后扫一下，你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我就说哦，这么高级。它的叶片比较大，就很有氛围感。其实我是很想买大一点的植物，因为我个人会更喜欢大植物一些，最好是能够放一棵树那种最好了。下面呢，我是买的一个那种柜子，这个柜子特别便宜，拼起来的话也非常的容易。它就是这样子的单开门的，然后是2层。里边的话，我一般就放一些杂物，像一些我的数码产品，然后囤的一些护肤呀，或者是从国内就是集运过来的一些非常保障的一些东西。另外呢，还有就是2个小的台面，但是那2个小台面我本来最开始是准备来当书桌的，但是我用了过后发现真的还有点小，但它是一个这样小的书桌，然后我就把它用来当我的一个操作台。因为我集运过来2个非常实用的家电，像中式厨房的话经常会用到，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就是厨房的一个延伸。中间的这个小的隔层就可以放一些小菜板啊、秤啊什么的。然后下面这个我是买的一个框，然后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利用一下下方的位置。在藤边栏里边放一点我平时用到的蒜和姜，这样子收纳起来的话就会比较的整洁。然后下面就是放的一些2个分类垃圾，一个放塑料的，一个放纸质的垃圾桶。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跟刚刚那个桌面是一样的，我就拿来做我的梳妆台了。然后最主要的是给大家看一下下面，这里的话因为它空间比较小，所以你是放不进去你这些就是瓶罐啊什么的，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好像是有抽屉那一款，但是我觉得抽屉那一款性价比不是很高，所以呢我回来就是拿了一个就是放在冰箱里边的那种收纳，很长的那样子。你就把它抽出来，不用全部抽出来啊。每次我化妆的时候就是抽一点点，它会自动的翘起来，然后它也不会掉，看吗？它根本就不会掉的。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里拿出来，然后这么化妆也真的很方便。多余的一些我就是放的我的像玻尿酸之类的。下面呢也还是像刚刚那种一个那种小隔层。这个是稍微小一点点的一个隔层，不太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护肤品。这样子小的话，它就不是特别占位子，然后放在小角落。有些时候你要用的一些大的眼影盘啊什么的，可以把它拿出来。对吧？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准备出去散一下步。好久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是真的。这顶帽子不是，之前我有一顶那个墨绿色的嘛，后来我就买了一顶灰的，因为我觉得灰的看起来更亮一点，因为我的衣服都太黑了，就想还是要一个这样的亮色的，看起来会更亮一些。钥匙，这个买的一个
卡包，就磁吸的卡包，而且它吸的特别的稳，就是你这样子掰你都掰不掉，特别的方便。走吧。我爬上来的时候，突然就是一下子感觉回到了之前在瑞士爬山的时候那种感觉，真舒服。下雪后上山来，这个山上好滑呀。下去吧，不然待会儿摔跤了。这是我2023年的空瓶，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那种传统，就是要称一下这个重。但在称重之前呢，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就有小伙伴说让我讲一讲我用的一些空瓶，所以趁这个机会，然后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就行了。因为总体上感觉的话，我今年用的产品，没有去年多，就是肉眼就可见的这个塑料就没有去年多。先来讲洗护产品吧。这个是 J&Lee， 你们应该经常听我提到这个品牌。
他们的创始人呢是一对同性伴侣。反正他们家的东西的话，就是香味完全的，一点都不会踩雷。发水和护发素，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一款，只是说它的味道挺好闻的。它的味道呢是苹果味，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对头发的那种滋养的感觉的话，没有太过于明显。健力的洗护用品的话，我觉得紫色的那一款是最好用的。这一款呢是芦荟味道的沐浴液，芦荟味道的这个沐浴液，我也觉得也一般吧。我最喜欢的还是他们的那一款芒果味道的那个是最好闻的，这个味道也还不错吧，只是说我不太喜欢它的包装，它的包装有点像奶奶。还有这个是 Kneipp， 它的中文名叫克莱普。这一款产品呢，我要强烈的推荐它。怎么说呢？它是有那种像膏药的那种味道。按照它来说，它是一个能够舒缓你的肌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理念，所以我每一天早上的时候会用它来洗澡来提神，包括我去滑完雪过后来洗，比较凉爽，能够让肌肉稍微的舒缓一下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最爱的品牌，WeDo 的发膜，WeDo 的护发素，还有它的洗发水。这个我已经是用了大概3、4套了吧。橙色的这个就是让头发更加的亮泽，但是我觉得WeDo的橙色没有白色好用。但是这个白色的系列的话，就是让头发更加轻盈，更加的软，特别是它的发膜，洗完过后你的那个头发就像是羊毛一样，非常的柔软。不管大家用任何一个品牌的发膜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它的说明，要让这一个产品的话在你的头发上待满至少15分钟或者20分钟，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发丝更好的去吸收它的养分。护发素的话，效果肯定没有发膜好，反正就是我用了很多年，然后非常喜欢。还有一次我同学来我家，就是小孔来我家玩的时候，他那天晚上就用的这一套产品，他用了过后立马就放到购物车里边去了，他觉得真的太好用了。然后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品牌，应该很多小伙伴都知道这个品牌的东西。他们家最出名的是它的蜂蜜洗发水，这一款呢我是买的是那种针对于油头的，洗完过后比较干吧。这个护发素用上就感觉跟超市的卖2、3欧那种护发素用起来，个人感觉完全没有区别。普通的在超市随便买的一个护发素，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植物系的、有机的，只需要3分钟就搞定了。然后这个超级无敌的不推荐，就不要去买。我今年用完了好多洗头发的，它已经把我喜欢的WeDo给 PK 下去了。它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品牌，一个是让头发更加的柔顺的一个系列。然后发膜的话买的是这种滋养的发膜，但是我回购的话买的滋养的清爽版，这个是经典版的。清爽版的话，因为我涉及到我觉得我是油头，所以我是买的清爽版的。然后这个柔顺的话，确实洗完它真的非常的柔顺，加上用他们家的发膜在头发上待15分钟，然后你那一天的头发都会非常的轻盈。接下来是这一款是施巴的女性洗护液，这个应该在德国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吧，反正就是呵护女性健康。接下来是凡士林的身体乳，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有说过，凡士林的身体乳和它的一个黄金搭档就是巴乐雅的那一款身体油，那款身体油再配上这个凡士林，我不说第2天吧，反正我觉得差不多你用完半周，你就会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就是你的腿会变得超级无敌的嫩，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应该还是可以搭配像强生的那些油啊什么的，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物美又价廉的一个牙膏，这个是 DM 他们自己旗下品牌的一个抗菌牙膏，这个牙膏只要1欧囤了很多支。还有一些就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刚刚讲到身体油，我想说一下这个 IPSA 的身体油，它是一个 SPA 的那种芳疗品牌。虽然说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但是它的效果我真的没有特别的看到，性价比不是特别高，所以不是特别推荐。而且你看这个头都被我用坏了，反正就质量也不咋好。这个是玻璃的。接下来再说一款这个是梁悠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超级无敌的喜欢。想要让房间更加有氛围的话，可以喷这个香氛。这个品牌呢叫1331，是在柏林的一个自主品牌，它是自己开店的，然后自己就研发了好几种味道的这种室内香氛 ，Green Forest 像绿色的森林一样，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品牌，主打的是卖一些，比如说像沐浴液呀，然后身体乳呀。这个手霜非常小，放在包包里边的话就很方便，
所以我个人还是很推荐它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别的替代，也是可以的。护肤的话，我想先说一下清洁类的。香奈儿的清洁和 CPB 的清洁的话，他们两个常年都是在各大那种社交媒体平台PK 的产品。我个人觉得这两个都挺好用的，说实话，就不分伯仲吧。Evron 的卸妆膏的话，就是回购过很多瓶了。水源大补面膜我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你们看我的 vlog， 如果我那天是边敷白色的面膜，然后边在吃饭的话，那天敷的面膜就一定是水泉大补面膜。这已经是应该我用完10几罐了吧。也是菲欧娜的眼霜，这款眼霜为什么有2个呢？是因为它刚好跟那个面膜是一套的，所以我就买了套装。然后康和的这个菲若嘉的眼霜要比它那个圆柱体这么摁出来的那一款要好用很多。国产的这一次我回去买的夸迪熬夜面膜，这个夸迪熬夜面膜不太好用。阿玛娜的益生菌胶原重生面膜，然后这个呢是我在全德国的话就只有1家店，但是在国内的话我们应该是有天猫专卖店的，我还挺喜欢它的，可是就是它性价比有点儿，然后你要等到打折的时候去买更划算一些。这个我忘记它的中文名叫什么了，但是这款的话就是不太好用。对，这个是雅顿的白茶零霜。就我最开始用第1天的时候就还觉得不错，用到后面的时候好像就觉得，你说它是零霜吧，然后它清爽它也不清爽，你说它滋润吧，它也就是没有那么的滋润，所以对就不太喜欢。这个的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护肤水，欧缇丽的葡萄水，很清爽。然后一般夏天我洗完脸了过后，然后大概一次的话拍2到3次水，然后能够让你的脸特别清爽，然后又很保湿，效果也还不错吧。黄金复原蜜的话，我是从他们家的老包装用到了这种老包装是那个圆柱体的吧，然后用到这种新包装，它的话一直以来是我的属于娇兰的最爱了。就是第2天用完了过后，你的脸会非常的嫩。就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要用油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回购它了。彩妆类我没有用完太多 ，CPB 的隔离霜2款都是，但是我都是买的那种哑光质地的，因为我是油皮嘛，然后脸上有比较多毛孔，所以我很需要这种毛孔精英。一个呢是赢在了效果上面，然后一个呢是赢在了性价比上面。对，还有接下来呢是2款眉笔，一个呢是这个NYX 的眉笔，但是这款眉笔你们应该经常听我说，我就不多赘述了。Color Key 的这一款眉笔，它是那种很细的极细眉笔，而且超级无敌的便宜，好像一个就只要20多块钱，还是30多块钱，而且还是国货。但是说实话哈，就是这种便宜的眉笔和像 ABH 的眉笔比起来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像 Color Key 的眉笔的话，只是说它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它确实用到后面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你画眉毛的时候是有点结块的。CPB 的遮瑕，然后这个遮瑕也是我大概用了，好像我这个遮瑕用了1年就用完了，你看中间都被我用的来有凹槽了，我真的是特别喜欢用它。然后我已经回购了，我用的色号呢是4号杏仁色，跟我的肌肤比较接近的暖色调。因为我用它的话不是用来提亮的，就是只是用来遮一下我的黑眼圈，然后偶尔遮一下我的一些痘痘吧。我觉得 AB 的唇膏的话就是我买了4支吧，然后把这4支用完了过后，我就不会再回购了，因为还有更好用的唇膏呀，比如说像我之前一直都在说的德国世家的唇膏，就性价比又高，然后成分又很安全，然后另外呢就是 L'Occitane Kit 唇膏也不错，就是看一下这个，而且它非常的大，看到吗？它一个是70克，哎不对，14克吧，然后就像那种我们以前用的那种固体胶一样，就非常的大，而且颜值也很高，价格的话就没有到3位数。我用的东西就是这些了，就是用完的东西就是这些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我2021年和2022年用完的塑料，2021年的话用完了3.6公斤，3.7还是3.6，然后2022年的话用完了2.6公斤的塑料，所以我们来看看2023年，就是去年我用了多少塑料，我感觉应该不是特别多，可能最多2公斤吧。我来看。剩下的都是一些玻璃了，把这个给弄。哎呦，放开，借助一个垃圾桶吧。啊，没电了。
没电了，我们就用这个吧，还是像最原始的。我先称一下我的体重，47.6，再来提一下这个，49点，哎，不对呀，49.8。那所以就是47.6减49.8等于2.2。那我去年是用的是2.6 kg， 今年用2.2 kg， 嘿嘿，还是不错。你说这样子的行动有用吗？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当我有这样子意识过后，每当我去到超市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说我随便就拿了，我喜欢就随便拿了，而是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先想一想，如果是塑料收的话，我可能会看看它有没有纸质包装的，或者是说，有没有就是再生塑料包装的，或者是有没有玻璃瓶的，多多少少会在自己潜意识里边会有更深的一个思考吧。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现在准备去洗漱一下，收拾收拾，然后就上床了。待会儿给你们看一看我的睡前3部曲。对，我这后面的衣柜，我把它给搬出来了，因为我家不知道有一股就是家里边特别的潮，衣柜靠墙壁那边里边全是水。我把这个衣柜挪出来了过后，看墙是不是漏水了，一点都没有漏水。我估计应该是就是那面墙太冷了，开了暖气，所以热空气碰到比较冷的这种光滑的表面的话就液化了。然后先把它们这样子给通一通风，然后看一看会不会后面会稍微好一些。应该不会有人来吓我。你们看过《怪物电力公司》吗？真的好好看，那应该算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了。大眼仔跟毛怪都特别的可爱。说回主题，就是我的睡眠3件套。第一个就是我会放一点点薰衣草精油在这个扩香石里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也是这个牌子的施拉夫沃的这个枕头喷雾。之前不是用过那个 This Works 的那个枕头喷雾吗？但是我感觉它没有这个好闻，而且这个精油成分更多一点点。我一般睡觉之前我就会用它，然后在我的枕头上这么这个喷2-3下。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助眠喷雾，一般我就是在嘴巴里边喷2下，有些时候想快速睡觉的话我就会喷3下，觉得它效果真的特别特别好。一般喷了过后大概20分钟吧，你就已经困了，就能够立马就睡着了。我都用了大半瓶了，但是也没有说效果没有以前好啊什么的。我一般是把它喷在我的这个舌头上，更快的入眠。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吧，这个就是张小慧在她的直播间里边丝绸的这样子的发圈。然后因为我现在头发不是特别的长，所以我一般就没有睡觉的时候用它。我一般就平时早上白天在家里边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个这个，但这个真的超级无敌的大，而且它扎头发扎了过后你头发不会特别疼。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吧，但是就是有点太大了，比我头发还要短一点的女生的话就不是特别适合我，就是刚刚好这个长度，再短一点点这个都不能用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角霜，之前我也是在我的那个直播里边有给大家说过，我没有接触到角霜之前我以为角霜就没有任何的用，后来是因为我之前去瑞士徒步的时候，那会儿是我第一次用角霜，就是用的另外那个牌子，
另外那个牌子也特别特别好用，但是我现在在那个有机超市买不到它了，他们已经卖完了，所以我才买了这个品牌。就是如果我那天要徒步，然后我在酒店穿袜子之前的话，我就涂一层厚厚的脚霜，然后再穿上袜子，然后再去走一天，其实脚真的没有说那么的疲惫。当然跟我的鞋也有关系啊，不过我感觉这种就是比较滋润性的膏体的话，也是能够对自己的脚部起到一个舒缓作用的。然后试了好几款过后，然后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是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脚霜了吧。我最近刚开始看的一本书，它的名字叫 Letting Go， 要关注你自己内心的感受，要关注你自己的情绪变化，愤怒也好，害怕也好，你的焦虑也好，其实你都能够进行一个转化，把这些负的能量，然后慢慢的转化成人生当中的一些像爱呀、和平啊、美好呀。它更多的是一本让你心灵得到一个舒缓和慰藉的一本书吧。这本书虽然说是英文的，但是它读起来不是特别的难，包括它的一些用词呀，然后它的写作都比较的，我觉得比较口语化吧，然后比较的白话。我是买的一个二手书，在德国的一个二手书的网站，你能买到英语书、法语书，还有德语的一些二手书。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我回复一个，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看一小会儿书，差不多，然后再喷上我的喷雾，一会儿就睡了。这一期视频可能有一点点长，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下一期再见。Wish you'd stayed here beside me. This isn't how it's supposed to be. Wish you'd stayed here right with me. I can't shake that feeling that we said goodbye too soon.